全球变暖时代过去了，全球沸腾时代来临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7月使用沸腾时代一词，为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严峻局面提供新诠释。通过对沸腾时代的界定，人们能明显感觉到地球气候在逐渐趋于极端，这将是地球对全人类的警告。2023已经是极端天气频发的一年，2024难道还会变得更糟糕吗？这里是知识天梯。其实全球变暖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这一概念于19世纪末首次提出。科学家们认为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可使地球表面气温升高，而且这一概念提出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受到关注，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全球变暖对地球造成的威胁。同时厄尔尼诺现象继续强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区海水温度反常上升。厄尔尼诺现象对气候环境有很大影响，它主要带来了高温热浪、干旱洪涝和台风减弱等气候现象。让我们通过更具体的数据来探究全球气候变化的激烈程度。今年的6月、7月和8月被认为是地球历史上温度最高的3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全球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热浪席卷而至。这3个月里，全球的平均温度达到了 16.77 摄氏度，是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同时，今年夏季的高温状况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许多区域都经历了40摄氏度甚至5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进一步证明了极端气候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我国也遭遇了相似的挑战。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我国有34个城市在白天的平均体感温度超过了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这主要发生在华北和西北2个地区。从这一点来看，高温现象的发展势头正变得日益激烈。地球沸腾的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果气候持续这种状态，未来人类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问题不只是由沸腾引发的高温状况，更多的涉及干旱、降雨等持续性的气候变化。到了2023年，这种趋势还在持续增强，因此对于2024年，这可能是一个高温带来的灾难性年份。在这其中，202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仍在持续演变。2023年并不是厄尔尼诺影响最为强烈的时候，这种一般每2至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至12个月的现象，将会对2024年可能带来更大的冲击。除此以外，在全球变暖趋势的不断加强之下，气候临界点的突破也变得更强。目前，全球15个气候临界点已被激活9个，过了2023年，有可能被突破的气候临界点就不止9个了。气候临界点的突破意味着什么？会对人类产生什么影响呢？气候临界点是气候变化中的一个突变点，它是不可逆的。一旦突破了临界点，系统将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稳定的状态，并且临界点事件是难以预测的，人们无法得知具体的触发点。而气候临界点事件一般都具有庞大的规模，一旦发生便会影响到全球或某个大的区域，触发后会对气候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随着全球温度的升高，气候系统越来越逼近临界点。如果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可能会触发4个临界点，并使得另外5个临界点进入危险区。若全球升温达到2摄氏度以上，将触发更多临界点。因此，当一个气候临界点被触发后，可能会推动地球的大气系统导向另一个临界点，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放大对整个气候环境的影响。由于气候临界点本身规模的巨大，一旦发生后，想要阻止整个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是异常困难的，由此会给大气环境、人类和生物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全球的气候变暖趋势日益加剧，导致地球的平均温度持续攀升。在气温升高的同时，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人为增温也正在迅速增加。这一温度上升的趋势导致了海平面升高和冰川消融等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冰川的融化对极地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同时也让沿海居住者的生存环境变得岌岌可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2023年，台风、干旱和洪涝等极端气象事件的频繁出现，给人类居住的环境带来了永久性的损害。目前，地球已经突破了部分临界点，未突破的临界点也处于危险状态。如果这些临界点被全面突破，那地球就是进入几乎死亡的状态。想要改变地球状态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因此，人类应该采取措施应对当前剧烈的气候演变进程，不能让之后的每一年都变成灾难年。目前，全球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延缓全球变暖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减排和低碳。首先，通过各种途径减少矿物能源总消耗，尽量采用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新能源，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要保护好现有森林，因为植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碳汇。我国为应对全球变暖，响应低碳节能，在2022年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可以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做起，如践行绿色出行、践行光盘行动、节约用电、做好垃圾分类、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等等。今天微小的一个举动，可能都将为我们的地球家园做出保护。任何国家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时，都不能独善其身。同时，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全球范围的努力。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